私が求めているのは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と直接交渉し、まずは事態の経緯と相手の要求をはっきりさせることだ。承知いたしました。交渉してみます。ただ双方は武装対峙しており、交渉の手配をするには少し時間がかかる可能性がございます。邱院长，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万金在他们还站在你的地下医院馆吧？其他兄弟都按照你的吩咐在酒店呢，王就在他们在外头等着呢。马上通知他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记住，这项任务只需成功，不许失败。出来！赶紧出来！快点！干嘛呀？你们几个，他们全都抓出来！你们几个，把他们全给我押回去！快！快一点！等下，快一点！别动！现在走，赶紧！快点！快点！走！赶紧！还是打不通，或许是酒店的线路被切断了。要这么说，乔小姐十有八九是落到特务队手里了。你干什么呀？快点搜！王队长吩咐我们抓紧去医院呢。啊？去医院干嘛？听说那个招比奈命大，还没死透呢，咱得再去送他一程。邱院长，经济民事又在催了，问跟奥普政府那边联系好了没有？告诉他，我正在协调，就快了。问问王就来，落实一下进展。大哥，前后院都反复探过了，有点怪。往常都是大豪帮的帮众，那帮人守得严严实实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全空了，就看见飞仔一个人出来巡查过。另外，路口的巡警岗亭也只剩2个值班的。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东亚酒店这边闹大了，朴槿和大豪帮都朝这边来了，现在是你下手最好的机会。明白，大哥你放心吧，保证手到擒来。不，现在别动手，再对几个小时再行动。明白。邱院长，为什么要推迟1个小时呢？下手走了，得草惊了蛇，我还怎么约人来谈判？八个。
快点送出去。就说是金经理是给对苏拉的，快。是。O que disseram, Sharpness? O Jinjin era um negociador entre no hotel dentro de uma hora. Dadas as circunstâncias, o Jinjin não arriscará sair. Enviar um representante é de esperar. Não. O Jinjin recusa-se a receber funcionários públicos. Especificou um negociador em particular e ameaçou cancelar as conversações sem esta pessoa. Quem nomeou ele? William Lee! 多危险！太危险了！太吵了。给奥普政府打个电话，催他们快做决定。这是专线，怎么会占线呢？喂，田哥，殷晚，福将来是贼喊捉贼。喂，你说什么？殷晚，怎么回事？乔小姐吗？对。她说什么了？她只说了一句，说福江案是贼喊捉贼，再打回去就打不通了。贼喊捉贼？臭娘们儿，你老实点啊！邱班长。那个姓乔的女的说，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害怕，想打电话给警方求助。正打的时候，我们的人就冲进去了。你确定他是在联络警方，而不是向什么人通风报信？他一直在房间里待着，应该什么都不知道。就算联络过别人，也传不出去什么吧。泽荣作，是他杀了福江，要不怎么解释乔小姐的贼喊捉贼？福江案到现在，局势步步升级。如果泽荣作只是碰巧借题发挥，那未免也太巧合了。我一直觉得福江案有一股诡异的味道。
可今天乔小姐这么一说，如果泽荣作就是幕后黑手的话，那么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一切都解释得通。没错，也只有这样，所有的巧合才变成了处心积虑。那我们等什么？赶紧把这件事情捅出去，他不就完蛋了吗？不行，咱们现在手上没证据，赢乔小姐一句“贼喊捉贼”，我们什么都证明不了。喂，总督阁下。私は帝国のマカオ領事だぞ。なぜ交渉する相手が民間の商人になるんだ。冗談じゃない。冗談ではございません。交渉の相手はフーシエンで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なぜだ。フーシエンは華人社会の指導者であり、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も彼に支配されてきました。マカオの件は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の言うことは役に立つとは限らない。このフーシエンこそが真の発言者なんです。一介の商人がそんなに大きな影響力があるのか。そうでなければなぜ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が彼にマカオの全権代表として交渉する権限を与えるのでしょうか。しかし彼はあくまで商人だ。フーシエンはただの商人ではございません。反日地下勢力の黒幕の首領です。反日分子と反日行為は彼の指揮下にあります。今井さん、福江事件を捜査し司令部の任務を遂行するにはフーシエンを倒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今井さん自身も今なおポルトガルの軍と警察の包囲の中にいることをお忘れなく。確かにそうだ。しかし彼が本当にマカオの反日勢力のリーダーで福江事件の黒幕だとしたら、なぜこのホテルに来るんだ。たとえ来たとしても自ら罪を認めるのか。彼が来れば自白させます。私はこの3年間ずっと彼を見てきました。よく分かっています。彼は必ず来ます。贤哥，这摆明是个鸿门宴，千万不能去。小赵说的对，金井刚来澳门，他怎么认识你？他怎么会指明你去代表澳葡政府谈判？这根本就是泽荣作搞的鬼，好吗？他就是想套你进特务队。钱哥，你自己也说过，泽荣作早就跟你杠上。当年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枪杀梁老，更何况现在东亚酒店，双方枪对枪，炮对炮，随时都有可能开战。你又凭什么去替澳葡政府冒这个险？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忧我的安危，但这次谈判，我必须去。醒哥，你们先听我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泽荣作就是福江案的幕后真凶。只有去到金井的面前证实这一点，敌人的攻势就不攻自破了。但金井自从来到澳门，被泽荣作藏着掖着，只有我以澳门谈判代表的身份去到东亚酒店，才有机会见到金井。而且，既然泽荣作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他必然已经想尽办法要对付你，不会让你轻易见到金井的。再说，就算你见到金井，也拿不出证据来呀。那我们就要做两手准备了，柯医生。如果你能救醒赵必奈，那最好；如果救不醒，那我更要去了。你是说，泽荣作毕竟不知道赵必奈是否会醒，而真凶永远都会心虚。只有我去到了东亚酒店，才有可能找到机会引蛇出洞。马上团结完球赛，退出。走。阿平，我去医院了。哦，对了，
诊所刚收到一封信，应该是给你的。我看时间，我先走了啊。哦，好。明石同志，所附2封急电，电1发东江纵队，电2发珠江纵队。时间仓促，不及编码，仅以紧急联系代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证明身份。佛手。哥。在澳门方面，有一位代号叫佛手的同志，将负责你们在澳门的隐蔽以及将来向后方转移的具体工作。上！按计划行动，都机灵点。要活的，走！阿爸怎么了？媳妇，外面有坏人。媳妇，你带着孩子先从阳台上爬下去，要拖住他们。人呢？你把他俩带回去。是。小心，小心！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看，我阿爸孩子被他们抓住了，救救我吧！救我吧！叔哥，现在怎么办？我抓了那俩活的也够用了，撤。何先生，澳门酒，拜托你了。
あれが風神。はい。必ず来ると言ったでしょう。今井さんはこの男の恐ろしさを分かっておられない。私が彼に話します。彼に罪を認めさせ、その後今井さんが今勝利の成果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分かった。君の言う通りにしよ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是何乾，代表澳门前来与金井领事和谈，请放心。给杠九，何先生到。哦，何先生，欢迎欢迎，请坐请坐。金井领事呢？怎么不见他人啊？金井领事舟车劳顿啊，需要休息。他托我啊，先跟你谈谈。等我们谈过了，他自会跟你见面。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有啊，我可是憋了一肚子话，就想找机会好好聊聊呢。是吗？嗯。那我倒要洗耳恭听了。先生，黄队长这儿的功夫脚可不错，咱们先品茶吧啊！好。怎么样？不错啊。好喝啊。要说这澳门的地下防日头子是哪位？何先生，你我都心了明镜，你不肯认，我也不强人所难。我今天啊，只是想送你一句忠告而已。忠告？两害相撞，当主其轻。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啊？你是聪明人，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当成什么主事？我大日本皇军大军压境，澳门随时就是灭顶之灾，有你有澳门，是一为大海，这你总得承认吧？那小害又是什么？当然就是黄山河，罗道里他们拼命为你掩护的那笔物资了。大家都是明白的，你用不着否认啊。你当然舍不得交出这笔物资，可跟整个澳门，跟保住你手里的物资线将来的运转比，一批物资终归算不得什么。先生啊，我们做过交易，你只需要给我一个地址。拿到那批货后，我保证这件事啊，跟你再无关系。金井领事和我算是立一大功，可以交差，皇军也得了实惠。至于佛讲康官，跟罗德里就算两命相抵，到时候皇军立即撤中，澳门就此解封，怎么样？那一批物资换整个澳门和你的地下物资线将来的平安，有你有澳门，都算是两害相传出奇经吧。
盟军都发完了，你这边？我这里有2封电报。电2发欧队长，电1发这个便签。欧队长和东江纵队收到这2封电报后，一定会尽快尽全力配合澳门的行动。好。东江纵队增生司令员，我是佛手，为缓解澳门危机，现请求你部于今天之内尽快展开相关军事行动。黄先生，你敢保证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大豪帮各堂各舵，各哨各站，老少弟兄3000多，大小船只600条，都已经收到了飞鸽传令，正在赶往澳门的路上，不用几个小时就能把澳门的水域堵得水泄不通。他日本人只要开战，我600条船一起闯关，保证第一时间接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安全地离开澳门。少一个人，我的命，你的。宗主阁下，有大豪帮这样的保证，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那太好了！现在我在这里保证，这一次澳门政府一定与贺先生与所有华界群众共同进退，一同对抗日本人，斗争到底。您不在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这盯着。伤者的情况不但没有任何好转，反而有恶化的倾向。想要在短时间内清醒，更是绝无可能。没露馅吧？这您放心，门和窗帘一直都是关严的。我们上的设备、用的药，也都是按照伤者正在好转而配送进来的。日本人绝对不可能发现。只是这么一直拖下去，怕总有瞒不住的时候。能拖多久，就先拖多久吧。接下来几个小时是重点啊，让伤者好好恢复，别着急。何医生，乔比那秘书怎么样了？情况不太好，毕竟受那么重的伤，要想问话的话，恐怕要等几个小时。不过你放心，如果伤者苏醒，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和警方。谢谢。关主任，警察刚刚送来2名伤员，说是何夫人和她女儿，急着要见您呢。何夫人在哪儿？在您办公室。弟妹，可是，阿贤在哪儿？我找阿贤。阿贤真的有事，出什么事了？你慢慢说。阿爸才出事儿了。何先生啊，考虑了这么久，还没想好吗？我光记得要等金井领事过来谈判了，我都忘了，泽大佐还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呢。题目是什么来着？泽大佐非说我藏了一大批物资，让我交出来换澳门，否则大日本皇军就会占领澳门。可我就奇了怪了，如果我真的藏了那么一大批物资，
皇军占领澳门之后，还怕找不着？这西瓜芝麻一把捞的买卖，用得着这么客气啊？泽大佐在做慈善呢。啊？要不然让我猜猜，真相是不是这样？泽大佐如果没有拿到这批物资，那就没有把握让你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出兵澳门。反过来，如果我真的上了当，真拿出了什么所谓的战略物资，那泽大佐就相当于拿到了铁证，证明澳门就是一个抗日窝子，这大日本皇军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占领澳门。这样一来，我和贤真是卖了自己，还替你数钱啊！这算盘算得精彩，够绝，佩服。和谐，我可是好言善状，给你机会，你要飞不行，那可是你自找的。泽大佐说的话，如果都能相信，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卖的，我是澳门的谈判代表，只有金井静一领事才能有资格跟我谈判。至于其他人，我没兴趣。好，行，哼，那你就慢慢等，看你能等出个什么结果。给高就和谐有眼不见。给高就这个和谐有言不尽，到底该怎么办？不着急，王局长那边不是打手了吗？要不然咱们就给他亮铁牌吧，说他老爹和儿子在咱们手里呢。急什么呀？他老婆女儿既然跑了，还用得着我们给他报丧啊？让他老婆自己报，效果不是更好？这招好，到时候他老婆给他来个哭天喊地，我看他还怎么硬不起来。哥，弟妹，没的啊，我出去。西梅，别害怕。千算万算，就没想到这帮狗日子这么毒辣，居然敢动贤哥的家人。怪我。是我一时冲动才调走了贤哥家的人手，但现在事情搞成这样，我怎么跟贤哥交代啊？东亚酒店闹出那么大的阵仗，他们竟然还能派出人手，这不怪你，夏少。现在的问题就是，阿贤还不知道这件事情，该不该通知他？不能告诉他。贤哥自己还在龙潭虎穴之中，正在用命跟日本人拖时间。要是告诉他老太爷和仔仔被绑了票，他撑不住。同意，现在绝对不能告诉他。可是人是敌人绑的，就算我们不说，敌人也会说。嫂子，小柯先生说的对，就算我们不告诉他，日本人也会告诉他。与其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威胁他，不如我自己跟他说。嫂子，我了解阿贤，更相信他。
他分得清轻重，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侯先生，等急了吧？真不好意思啊，金井领事啊，还在补缴，什么时候能再见你，还真不好说。金井领事被上千的军警包围在酒店都不着急，我急什么？倒是泽大佐，好像有点着急啊。我有吗？没有吗？もしもし。何先生啊，找您的。好像是尊夫人。喂，启文，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你说什么1个多小时之前，一帮蒙面劫匪来到家里，他们打死了肥仔，打在阿爸被抓走了。启文，你跟新梅现在怎么样？我们还好，我们逃出来了，我们现在在柯医生这儿，而且现在警察到处在找，但是一直没有消息，这怎么办啊？你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哟，怎么了？何先生家救下了？看这表情啊，出的事还真不少啊。何先生啊，要是真着急，你尽管先去把家里的事家事为大嘛，谈判对决点就是啊。好啊，那我先跟金井领事打声招呼。不好意思，我说过啊，金井领事在休息，你有事尽管先去忙，回头我告诉他一声就是啊。看来泽大佐早就算好了我家里会出事，所以刚刚一直在等的，就是这通电话吧。看你说的，曾夫人打不打电话，我怎么会知道呀？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只要我一走，金井领事肯定会收到泽大佐的汇报，说澳门谈判代表和谐，拒绝见面，取消谈判，擅自离开，是澳门一方选择放弃和平，选择对抗到底，对吗？何先生，何先生呀，还真是好心当成刘刚飞呀你！好，我不说了。啊，你的家事啊，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启文，我知道你和新梅现在非常的需要我，但我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实在是过不去。
不用说对不起，我懂你的，我明白。让我和新梅说说话。来，跟爸爸说两句。爸爸。新梅，吓坏了吧？嗯。爸爸知道新梅很害怕，很担心阿布，担心哥哥。这样，你先去睡一觉，什么都不要想。等你醒过来，阿公、哥哥、爸爸就都回到家了，好吗？真的吗？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哦，那我听爸爸的，这就去睡觉。新梅真乖。跟爸爸说两句。嗯。阿贤，我知道你身上有千斤的担子，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新梅的。至于阿爸和仔仔，有警察，有这么多朋友帮忙，一定会找到的。就像你经常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阿贤，船到桥头自然会直。